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5年9月8号星期一，今天要来做开箱，买了一些东西，那我们先进行开箱。这些是一些空压机的配件，这个数量要稍微清点一下，先把一些东西全部拿出来。接下来我就是清点一下数量，那目前看起来数量应该是正确的。稍微看一下品质，我买的是自锁的，就是压上去它直接会锁住的。目前看起来品质还不错啦，因为一次量买比较多，所以我会直接在网络上购买。有时候算起来比你在店面购买价格会便宜很多。因为这个后续还要做一些组装，后续我们再来做组装的分享。因为我的空压机也要做一个规划了。开箱就先做到这边。那我们这边花了一点时间，将所有的配件装上去了。我们要安装配件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用气密胶直接把它锁上去。日后要拆的话，就是加热就可以拆掉了。那我们这次也请 AI 来协助维修，询问它气密胶的固化时间以及厂牌的选择。这边是比较详细的固化时间，这边是它推荐的厂牌。我自己通常都是找住家附近的五金行购买就可以了。顺便请 AI 分析各厂牌的比较表。我自己是偏好用止水带，也可以请 AI 分享如何使用止水带的方法。这边还有注意事项。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缠止水带的方法。基本上我会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弄成细长条，类似麻绳的概念，然后把它缠绕，不用很精准啦，然后最后缠绕8圈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有一些它的接头比较短的，有一些缠绕会超过接头的，那我们就用剪刀把超出去的剪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它装上去，那只要有锁紧就可以了，你不要硬吹，你就大概觉得紧度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装好以后，我们可以试着安装，安装上去没有问题就可以了。也可以询问 AI 快接的扭力值，这是比较常用的规格相关的扭力值，这是不同材质的建议，也会提供给你安装的步骤以及比较可靠的做法，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，尤其在新手身上最常发生。这是相关的实务建议，通常建议用扭力扳手。没有科技的加持，那就需要相关的实务经验了。如果你可以提供更详细的相关数据或者是材质给 AI 的话，它就会给你更详细的相关资讯。安装完成以后，我们最后就是来做个侧漏，这样子。这边如果还会有一点点漏，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再锁紧一点。锁到完全不会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其他的安装配件也都是一样的，确定这一个不会漏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其他的侧漏方式都一样，只要有接头的，就全部把它进行一个侧漏。侧漏完成以后，大致上讲解一下好了。我会做这一排，有时候在做木工的话，有时候会有4把钉枪，然后一个气枪，或者一些其他需要使用空压机的工具。时候工作的话，拔来拔去的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我买了这一个配件，到时候会多做几条这样子，大概5米长的空压管，就可以全部插上去一起做使用。这一组是这边是过滤水的，这边是过滤油的。因为我们空压机虽然是无油式的空压机，但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保养也会喷油，那一些油有可能会跑到机器里面，加上自己都会去吹一些电脑相关的东西或者是3C 的产品，所以油跟水的过滤器我也买了一个。这2组就是单纯过滤水分的，这个是有客人来租空压机的话是搭配给他们做使用的。那配件大致上是这些。那接下来我就是把它装到我的机器上。那我这边就目前先把它固定在角钢上，
那上面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就算组装完成了。根据自己的工作需求，那目前我大概只需要4条空压管，那我这边多做了2条，加上原先的，总共就有4条左右，目前应该足够了。后续不够的话，我们再来做。那最后我们就是将一些有问题的把它换掉，像这一个它会漏，最后把这个换掉就可以了。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制作的品质，这个是我在台湾购买的，光看外观应该就可以看得出差异了。所以这一家做的品质，我个人觉得还算不错。但是这一种零件、这一种配件，它是需要长时间的使用才会知道它的品质好不好。目前新的看起来都是还不错的，最后只能等时间的验证。这种空压管平均寿命的话，大概在5到10年左右。但是我这一条管子已经用了超过10年了，目前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零件更换的话，我都是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更换。那没有问题的零件，我们就是继续用到坏掉为止。最后来分享一下购买零件的价格。我是在淘宝购物的，所以购买的价格是人民币。这边是自锁式快速接头的价格以及数量，空压管的价格，过滤器的价格，还有其他配件的价格。那我这一篇空压机、空压接头相关零件开箱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